今天要练习的是钩织包包和衣服时常用到的3种方形网格针法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是美国4号毛线，或是日系中粗线、5毫米的钩针、7号环以及剪刀。第一个要练习的是双面钩织的网格针法。先将织品翻到正面，钩织4个锁针，前3个锁针当作这一排的第一个长针，第4个锁针是形成空格用的。第一个长针刚好对齐第一个针目，空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钩针不要穿入针目 V 字形下方前一排长针针顶偏右边的大洞，而是在 V 字形下方上一排长针针顶的倒三角形。钩针从倒三角形中间穿过去，勾住毛线，再拉回来，勾出一个长针，再勾一个锁针，跳过一个针目，勾一个长针，重复这样的顺序，钩织一整排的网格。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经验。刚开始钩网格针的时候，我都是直接把钩针穿入针目 V 字形下方，也就是前一排长针偏右边的大洞。可是这样织出来的长针，总觉得和前一排的长针没有对齐。后来发现比较漂亮的织法是钩针穿入 V 字形下方上一排长针针顶的倒三角形，这样钩出来的长针就会跟上一排长针的正中央对齐。最后可以看到上一排的4个锁针，跳过第4个锁针之后，第3个锁针就是最后一个针目。钩针穿过锁针的 V 字形，勾出毛线再拉回来，勾出一个长针，这一排就完成了。把织品翻到背面，重复一样的步骤，钩织新的一排。
第二个要练习的针法是环形网格钩针，这个针法常用来钩织包包。我们直接从这一圈的最后一针开始钩，先把第一个针目上的记号环拿掉，用无痕引拔长针把最后一针和第一针连接在一起。第一个长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一个锁针，跳过一个针目，钩针不要穿入 V 字形下方上一圈长针针顶偏右边的大洞，而是在 V 字形下方上一圈长针针顶的倒三角形。钩针直接从倒三角形中间穿过去，勾住毛线再拉回来，这时候可以看到毛线刚好落在上一圈长针的正中央，勾出一个长针。重复这样的顺序，钩一个长针，钩一个锁针，跳过一个针目，在倒三角形里钩一个长针，一路钩到这一圈最后一针。如果忘记在第一个针目扣上记忆环，也没有关系。第一个长针上面会有一个很明显的 V 字形，那就是第一个针目的位置。之前的影片里，我们练习过用缝针做无痕引拔收针，
今天我们来练习在没有缝针的情况下，直接用钩针做无痕引拔收针。先留大概1个手掌宽的线尾，把线尾从最后一个针目中拉出来。钩针由后往前穿过第一个针目，勾住线尾，往后拉出。再由下往上穿过最后一个针目，勾住线尾，往下拉出。调整毛线的松紧，让连接的针目和其他针目大小一致。最后把线尾藏好，就完成了。第3个要练习的针法是单面网格钩织。之前练习双面钩织时，我们是先翻面再钩锁针。这次我们练习相反的顺序，先钩锁针再翻面，钩织4个锁针。前3个锁针当作这一排的第1个长针，第4个锁针是形成空格用的。接着把织片翻到正面，第1个长针刚好对齐第1个针目，空1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1个长针。钩1个锁针，跳过1个针目，重复这样的顺序，钩织一整排的网格。下一排我们要钩织1排短针，顺便练习之前影片里学过的怎么让短针织片的两侧保持平整。先将织片翻到背面，这次不需要钩锁针起立，直接把线圈拉到1个锁针的高度，在第1个针目里钩织1个短针。这时候线圈会有一点松，没有关系，等织回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被拉平。接着在每一个针目上钩1个短针，在锁针上钩短针的时候，可能会因为针目比较紧，钩针不容易直接穿过去。这里有个方法，
钩针先由下往上穿过针目的前线，在钩针下方有一条线叫做里山，先用钩针勾住里山，稍微往下拉开，再让钩针穿过针目的后线。钩到这一排最后，会接到前一排起头的4个锁针。我们要在这4个锁针里的第3个和第4个锁针上各钩一个短针。背面这一排短针也完成了。这是织片正面的样子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对钩织新手的你有帮助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感受钩织的乐趣。